俄罗斯猛男出场时骂骂咧咧飙脏话，并且声称中国选手都是软弱不堪的瘦猴子，放眼全世界都找不到能与自己匹敌的中国人。单单看着他如此恐怖的表情，就已经吓坏了在场的所有人，尤其是一些胆小的中国朋友与女性观众都不敢直视他的眼睛，生怕下一秒将老外惹急了，被拽上擂台一顿暴揍不留情面。此人就是绰号俄罗斯暴君的米哈伊尔。庞大健壮的体型和他凶神恶煞的面貌，足以证明他是俄罗斯战斗民族中的佼佼者。可是本次奉命出战的中国选手也不是什么无名之辈，此人就是来自中国山东的国际悍将郑兆玉。要知道，郑兆玉的职业生涯可是挑战过无数世界级强者，而且郑兆玉职业巅峰时期还曾代表山东省参加散打比武大会，拿到冠军头衔。双方选手对峙期间，米哈伊尔还不忘拿着恶狠狠的眼神瞪着郑兆玉，仿佛下一秒就会冲上去将郑兆玉生吃活剐才肯甘心。好了，废话不多说，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郑兆玉的精彩表现，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第一回合开始，米哈伊尔这家伙一上来就打算对郑兆玉展开激烈的拳脚对拼。虽说郑兆玉论职业战绩不如米哈伊尔耀眼，但是也不能让老外肆无忌惮地骑在脖子上拉屎。于是郑兆玉也立刻拿出更为强势的打法，还以颜色，争取在这回合铃声敲响前就可以结束战斗。那样自己既战胜了俄罗斯猛男，还能为那些被米哈伊尔吓唬到的中国观众们报仇雪恨。俄罗斯上来就是猛攻啊！这一方面呢，也是一种心理战，就是3板斧，所谓的下马威。其实刚才霍里菲尔先生也在讲，刚才在看到他场地边的热身，包括他的走动，包括他的眼神，非常典型的俄罗斯式的运动员，就像饿虎一样。我们讲的咄咄逼人呢，就不过如此吧。转身边锤，看来他这个打法呢，还是确实很颇具一些个性化的一些风格。OK， 开始，开始，尽量避免一些无谓的搂抱。开始，也不知道是不是血统原因，米哈伊尔这家伙在擂台上就如同打了鸡血那般亢奋英勇，哪怕被郑兆玉的重拳重腿命中，却从来不打算退缩让步。这段时间也让郑兆玉变得有点不太适应，只能采取更为问题的游走战术，寻找反击机会。对于郑兆玉而言，本次比赛的结果至关重要，毕竟台下坐满了中国观众与老师教练，说什么都不能输给狂妄的外国人。如果能跟一个后手拳的效果会更好。应该是在上肢做动作不得分，但是把对方的比赛节奏进行了干扰和压制。They change the speed of the game. 漂亮！打得非常的干净。I think Black the punch is really heavy. Yeah, it's hard too. 黑方的重拳非常的重。He got to go to the body though. 而且我们看出一个风格，就作为俄罗斯选手啊，他在攻击对方中，他打完拳之后呢，对对方的颈部有一个控制。比赛来到第2回合，原以为1回合的拼拳换脚可以让米哈伊尔这头凶猛的野兽停止进攻，但是没成想，这回合的米哈伊尔变得更加凶猛，咄咄逼人。有可能这家伙今天登上擂台就不打算让郑兆玉喘息。好在郑兆玉的个人战术打法比较完善，步伐相当灵活，这才躲避过了米哈伊尔各种进攻，来进行更精准的打击。米哈伊尔的频繁猛攻虽然可以做到压制郑兆玉，可是论拳法精准度，米哈伊尔还是跟郑兆玉相差较远。那你说可能看到两边的拳都打得很重，会不会有一下非常重的重拳就可能打倒对方或者 KO 对方？会不会先说这可能就是现在这俄罗斯选手，就是他希望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就一下解决战斗。但是我倒是觉得呢，可以跟霍利菲尔德先生讨论一下，就是说看起来用的很大的力量，有时候未必能打出很好的效果。我们发现有些选手打的是很轻松，可是呢，有时候
效果会非常显著，这应该有什么要点呢？ So a lot of people, they throw the really heavy punches, but they didn't get to the point. So do you think that they should, getting better quality, the punch? The boxers, Headbutt. 他有个头出只用头，对。黑方把红方逼到了这个角儿，而且黑方比较容易去主动进攻多一点。随着时间推移，郑兆玉貌似想到了更好的针对性打法。既然对手那么喜欢猛打猛冲，不留余地，那郑兆玉就开始展开游走打法来跟对手消耗体力。毕竟长时间的出拳可是极为耗费体力的事情。只要自己能够在比赛结束之前将对方体能拖垮，到那时候郑兆玉便可以趁着对方暴露防守漏洞进行精准打击，比赛点数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对方给接腿，但是我们看他效果没有做出来。他刚才已经有了个抹脖，但是腿的竟然没有像一个反向的一个顺的一个化解。有了，3秒，分，很好，这个不错，很好，我倒是觉得现在这个从黑帮选手的这个命中率好像有所下降。比赛来到第3回合，不堪重负的郑兆玉忍无可忍，将米哈伊尔扔出了擂台外。一旁的裁判则是立刻上前制止，对郑兆玉口头警告。打比赛有情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因此做出违规打法，那就的确需要警告处罚。郑兆玉对此也表示认同，比赛继续。郑兆玉也明白，对待米哈伊尔这种拼打型选手，最好的打法就是控制比赛节奏。The Russian guy 啊，现在从霍利菲尔先生讲，他可能就需要一个 KO 了，一个重拳的 KO， 否则的话，如果打不倒红方选手，他可能从点数上就失败了。所以我们也说，就是形式上看呢打得很热闹，可是效果上呢，到底怎么样？我们看的是红方呢更善于利用自己的技术，掌握场上的主动权。其实从整个第2回合的整个有效击中点来讲，红方的拳应该是23-10。腿是2-1，所以从这些点上来讲，现在霍利菲尔也给出他自己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必须需要一个重拳，必须要把对方打倒。Yeah, the blacker need a knockout for one hit. Yeah, one punch. Yeah, that's what he needs. This guy don't beat him 2 rounds. Yeah, 而且前2回合红方已经在领先了。双方选手的比赛情绪来到了最高点。因为比赛时间已经来到了倒计时阶段，无论是郑兆玉还是米哈伊尔都不想放弃最后争夺比分的好机会，尤其是米哈伊尔在体力透支的情况下依旧玩命出拳。郑兆玉也没想到老外能在这种情况下打比赛，不过比赛时间正在1分1秒流逝，不能有丝毫的犹豫马虎，只要谁能在比赛结束之前拿到比分优势，谁就是当晚的最终胜者。其实从俄罗斯选手来讲，他上肢好像看的就是我们讲更像一个健美的搞健美的。这个战术是对头的。最后公布比赛结果，郑兆玉实至名归，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大家认为郑兆玉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